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广论的时间了。上一次呢，我们学到了声波他的体性，接下来我们开始要学习比波舍那的体性了。请大家还是打开广论338页，这次要看第7行，然后我们一起来看原文。二比波舍那自性，即前经云：彼由获得身轻安为所依故，舍离心相，基于如所善思维法内三摩地所行影像，观察圣解。基于如是圣三摩地所行影像所知义中，能正思则、最极思则、周遍寻思、周遍思察，若忍、若乐、若觉、若见、若观，是名比波舍那。如是是为菩萨善巧比波舍那。巴佐法王在《思迦合注》里边有解释这段经文。解释密经说，彼由获得身心轻安为所依故。这个彼呢，巴佐法王解释为修定的人。修定的人获得了身轻安与心轻安之后，安住在轻安的状态中，为所依故。如果这句话呢，从藏文直译过来，就是安住在这种状态当中。舍离心相，舍离就是舍弃、断除缘着其他对境的内心的形象，不是什么都不缘，什么都不想，而是不缘着其他的境。那么不缘着其他的境，要缘着什么样的对境呢？基于如所善思维法内三摩地所行影像，观察圣解，就是对于呢如所善思维法的那个三摩地所行影像，将之前的声波他缘的那些闻思抉择后思维的这个内涵，作为内在的三摩地所行的这个影像。然后在思迦合注里特别有提到呢，止观的所缘是相同的，所以呢比波舍那呢就是缘着之前声波他所缘的那些法，而声波他是缘着什么法呢？就是过去闻思抉择思维的内涵。那么比波舍那呢，讲善思维法作为呢内在三摩地所行境的这个影像。三摩地的所行境的影像是什么呢？怎么理解呢？还是在思迦合注里，然后巴佐法王解释说，内心所显现所行境的义共相。在思迦合注里呢，巴佐法王解释为内心显现所行境的义共相。所谓的义共相呢，在舍利学中它的定义是什么？说在分别心中讲不是为一，显现为好像为一的增益分。那这样怎么理解呢？比如说我们去参访了月城光明寺的华藏楼之后，或者说我们没有去过华藏楼，只是听别人介绍看照片，然后我们心中呢就会浮现华藏楼的那个影像，比如说有一轮金黄的月亮，然后在那个华藏楼的上面的虚空中，然后其实那个华藏楼的影像呢，它不是真正的华藏楼，但是呢在分别心中却会显现为与华藏楼是一。这样的影像呢，就是华藏楼的义共相。那么比如说声波他只取空性而修，空性呢就是声波他的所行境，也就是呢声波他最主要只取的这个境。然后如果是用分别心的声波他来修空性的话，
那么在分别心当中呢，讲不是与空性为一的显现为与空性为一这样的一个增益的那一分，就是空性的异共相。那么分别心呢，必须透过显现异共相呢，注意，分别心必须透过显现异共相才能直接直取空性。沿着内在的三摩地的所行境的这个影像，对这些影像要做什么呢？那几个字：观察圣解，分别观察空性，圣解空性。然后基于如是圣三摩地所行影像中能正思则，然后最极思则，周遍寻思，周遍思察，若忍若乐若觉若见若观，是名毗婆舍那。如是呢，是为菩萨善巧毗婆舍那。在这些三摩地所行的影像当中呢，对于所知的意涵要做什么呀？就要开始思则了，是正思则、最极思则、周遍寻思、周遍思察。那么忍是什么？就是忍可，乐就是欲乐，希求欲求。觉呢？觉就是区别，然后分辨它的差别。那么见是什么呢？见就是关键，观呢就是分别，这就是呢毗婆舍那。然后若忍若乐若觉若见若观这5个的意思到底是什么？然后妙云霄大师说，抉择之后不害怕，或不扰动，所以称之为忍。那希乐欲求呢，如此抉择，所以称之为乐，就是他很有希求心，然后呢很以此为乐这样的一个状态，称之为乐。然后这个乐呢，不是快乐的意思，而是希乐欲求的意思，就是他很向往，很想要达到这样。所以呢，那么觉慧是什么？觉慧用觉慧去抉择分辨，所以称之为觉。那么缘取或随见，就称之为见。单着，所以称之为观。这个观呢，藏文直译呢是分别。正思则、最极思则、周遍寻思、周遍思察这4种毗婆舍那，个别都可以有忍乐觉见观5个。如是呢，这就是为菩萨善巧毗婆舍那，菩萨便能够善巧毗婆舍那了。那么呢，我们接着呢再往下看，说此经宣说毗婆舍那是观察慧，最极明显，无可抵赖。这段经文呢，解释一下，就是这段经文极其清晰的宣说了毗婆舍那为观察慧，毫无抵赖的余地。和宗大师说，这个解释明经说不可以抵赖。然后我们继续看，说传说支那堪布见以谤云，此事今否不得而知，用足毁他。因彼忘记一切分别，结执实相，药气光慧全不作意，乃为修习甚深法义，不顺此经故，用足毁。现见多有随此派者。传说有个支那堪布，然后看到了这段经文之后呢，就说不知道这是不是佛经，而且呢用脚去踩这个经典，踏这个经典。那么为什么这个支那堪布会做出令我们非常惊讶和怖畏的这个事情？因为他认为凡是分别心都是相执，都是执着形象。因此呢，
他抛弃了观察慧，就是毫不作意，认为毫不作意呢才是修持空性，才是修持甚深的空性，什么都不想，然后把心放空，不要任何作意，认为这就是修持空性。由于解深密经的说法与支那堪布的主张不相符顺，所以呢，支那堪布才用脚来踩踏佛经。而大师又说，现见多有随此派者，就是那个时候当时有很多追随支那堪布的人。在过去呢，净命论师那个时代，然后桑耶寺就已经建立了不动净律州，然后那时候呢有迎请汉地的出家人，也就是支那堪布到藏地讲禅学。但那个时候的支那堪布修禅的方法是非常清净正确的，所以净命论师没有反对或破斥，因为非常清净和正确，所以他非常欢迎然后来自汉地的禅师们，然后在桑耶寺做观修。但是呢，净命论师呢知道说将来会有一位呢持错谬见解的这样的一个支那堪布，然后他呢会来藏地，而且会伤害圣教。于是呢，净命论师就留下了一句话，留下了遗言，说将来会有持错谬见解的支那堪布来藏地破坏圣教。那个时候怎么办？那时候可以到印度去迎请我的大弟子莲花戒来破斥呢那位支那堪布对圣教的毁谤。所以呢，有两种不同的支那堪布，一种呢是持正确见解的，然后一种呢是他的见解是错谬的，是被祖师呵责和破斥的。不是说呢所有的支那堪布的见解都是错误的，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在广论里边呢，破斥的支那堪布是指持错谬见解的那个支那堪布。然后大师也告诉我们说，千万不能随学，要知道这样的见解是要破斥的，因为它不是正确的观修空性的方式，没有传承，没有清净的传承，完全不是佛陀让我们去思维观察空性的清净的传承。所以大师在这里边特别指出来说，绝对不能这样修空性。所以我们要听清楚。